女嘉宾小孙，24岁，来自吉林，婚礼策划。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谈恋爱谈了多久啊？谈了1年多了。一个说不值得托付，一个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是吧？啊，说说吧。就是我们2个人吧，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单位，但是异地，相距能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吧。然后他大概追了我半年左右。当时觉得这个男孩子他对我挺好的，因为他隔2天左右吧就会来找我一次，来看我。然后不让他来，他有的时候也会偷偷来给我个惊喜。决定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他开车，我坐副驾驶，我就拿着他的手机放音乐。这个时候吧，他手机就进来一个微信，然后一个女生存的昵称也很暧昧，存的是那个宝贝儿，问他在干嘛。然后当时我也把信息给他看了，然后他看完之后说不用回，因为当时我们2个人还没有就是确立恋爱关系，我觉得管这么多也不太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吱声，继续就是我们2个听音乐嘛。不大一会儿电话就进来了，存的昵称还是跟微信一样的名字，心里面当时就觉得就挺不舒服的。然后他接完电话，语气就可不耐烦了，跟那女生说：“我开车呢，你有没有啥事儿？没有事儿，我挂了。”然后还当做啥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就把电话还给我了。然后我就继续就听歌呗，我也没继续问。这个时候微信又进来了，这女生就问他说：“你跟谁在一起呢？这人这么重要吗？你以前从来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就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决定已经要跟他在一起了。但是还没跨出那一步，你这给我整一下这事儿，我就感觉这心里很不得劲儿。就是在你们没有明确关系之前，你觉得他跟另外一个叫宝贝儿的女生关系有点说不清楚，是这意思吗？对，我觉得他就是在追我的时候，同时还能跟别的异性保持这样的关系，就挺花心的感觉。之前就是我们玩的比较好，我们在一起圈子虽然说就是男男女女吧，也没有在乎那么太多，反正都是单身嘛。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闹，有可能是闹得有点过分了，但是互相之间都没当回事儿。那假如我要是跟一个男生闹呢，中间也存的宝贝儿，你这心里啥想法？你认为会是正常的关系吗？关系吧倒是比较正常，没有说乱七八糟的关系啊。就是有可能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纠结没有意思了嘛。既然你已经对这个男生做了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了，就是你比较花心嘛，那你为什么还跟他交往呢？因为就是当时他也跟我保证过，说这件事儿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就像你说的，那不都之前的事儿了吗？觉得在一起之后他会有好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了，因为他也保证过了。然后这中间也把这关系都捋明白了。但是恋爱之后发现，就这样的问题吧，也还是存在。有一次他出去谈工作，我们2个异地嘛，然后他跟一帮人在一起吃饭，大概下午3、4点钟就开始吃。平时我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吧，就聊天微信比较勤，但是那天就没咋说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问你干啥呢？然后他说跟朋友吃饭谈工作呢，我也就没打扰他。后来到晚上8、9点钟的时候了，他还是没有信儿，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呢？然后他说跟2个人在奶茶店继续谈的工作，我也没多问，我问是都有谁呀？他说2个男生1个女生。后来我说那你给我发个小视频吧。他给我发的小视频里边吧，在一个特别昏暗的包间里边，然后强调啊，特别昏暗啊。然后对面是一个女生坐着，桌子上面放了个小石拼盘，拼盘上面就2个叉子。那如果要是3个人的情况下，服务员不可能给你就上2个叉子呀，对不对？确实那次是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确实我做的不对，是想隐瞒他，本身没什么事情，结果还被他只查出来了。就是说，确实是跟一个女性客户在聊，是吧？或者叫生意伙伴，或者叫什么？我们假设叫工作关系，并不是你说的4个人，是这意思吗？对，是撒谎了。后来第2天我这不感觉不对劲儿吗？然后我就到他的城市去了，因为我那时候还感冒呢，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要去找他，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了。然后他俩不知道是怎么合计的，然后就非要请我吃饭。因为吧，第2天知道他肯定是发现了些什么嘛。然后我就干了什么就发现了，就是我们2人在一起就骗他了嘛。那女生也知道我有对象，就是想在一起见个面，证明一下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之后吧，他又返回那个奶茶店去调查，我感觉有点过分了。因为就是我当时感觉不对劲儿了呀，我就感觉他骗我了。但是我要直接问他的情况下，他一定不会说实话。所以我第2天我不就去了嘛。然后中午非要在一起吃饭，那就在一起又吃了个饭。那个女生还就送了我个见面礼。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完饭往出走了嘛，然后我们2个人要送那个女生去回单位。这个时候女生坐的是副驾驶，我坐的是后边。谁坐前面坐后边的事儿，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那坐哪儿
就送他回家而已，而且大家在一起中午一起吃的饭，都在一起见面了，我就感觉这也就无所谓的事情了。然后他就有些时候就咬着这个。就副驾驶这事儿，就有的时候就不放在这儿。我还想听那调查的事儿，没说调查。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他们是2个人来的嘛，大概的时间我也知道。然后我就进去跟那个奶茶店老板说：“我说老板，昨天我走得晚，然后喝多了，钱包落您这儿了，我回来找一下。”然后老板说：“那我没见过你啊，昨天人很少啊。”我说：“不对呀，我跟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还有一个小姑娘，胖胖的，我们一起来的。”他说：“那我不记得了。”我说：“没事儿，我自己找一圈。”然后我就看对照视频嘛，就找到那个房间了。老板就在后面跟着我嘛。他说：“昨天不是你来的呀，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别人家呀？”我说：“是我钱包落这了，我再找找。我昨天喝多了。”然后老板就说了，老板说：“那昨天是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和那胖小姑娘，他俩来的呀。我记得他俩，我不认识你。”我说：“那我既然已经知道我想要的答案了嘛，我就说那我可能。”走错屋了，我再去别人家找找。你想要一个什么答案，姑娘？我就是想确定一下，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是我多疑了，还是他还是在骗我？其实他出去谈工作跟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骗我。也是怕你不高兴嘛，而且很晚了，确实喝了点酒了，真的是正常工作原因，然后就过去了。第2天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正常就过去了吧？没有想到他会福尔摩斯一样就查没查出什么是吧？本身也什么事情都没有没什么啊。对，这个平常的对你好吗？就是他会经常来看我嘛。他就是在除了异性啊，还有平常喝完酒之后啊，我们2个人的正常模式关系啥的处的还挺好的。喝酒怎么了？哎，说到这事儿我更来气。喝酒吧，我们2个人还是没有交往，但是决定要交往的时候吧，因为我是觉得先。把他带回家，让我爸爸妈妈看看。有一天晚上吧，我就叫我们单位的同事回到我家里去吃饭，然后我同事啊就劝他酒。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就在酒桌上说什么了，2个人就是闹得也挺不愉快的。吃完饭了嘛，大家就帮我妈捡桌子啊、擦擦地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家都在帮忙干活，然后他就在那块逗逗狗。当时觉得心里面也是挺不舒服的。这些事如果要是他没喝酒的情况下，我相信他平时挺勤快的孩子，但是就喝完酒之后就感觉完全换了个人的状态。就是那次吧，你确实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具体是什么话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他说接下来那个什么捡桌子逗狗的事情，说实话到现在我不是那么记得太清楚，都忘了是吧？都忘了啊，这对你来说并不是重点。对啊，我好奇问一句，就是你母亲当时对他的印象好吗？因为我妈是比较尊重我的，然后当时就是我妈也是在厨房里边忙活，也没有看到她在干什么。这件事我也没跟我妈说过，就因为怕影响家里对她的印象。所以你看，在交往之前，实际好像你对这个男生就并不是那么笃定哈。对。那干嘛还交往呢？就因为我就脾气也不太好啊，他脾气是挺好的一个人。你们现在这个结束这个叫异地恋有多久了？半年了吧。这半年怎么样啊？哎呀。就是也在聊天记录上面发现过一次他跟其他的女生，但是也是懒得追究这件事儿了都。本身也没什么事情，有可能就是他太敏感了。你看他1周喝那么多天酒，跟他朋友在一起，下班就那么点时间，你说你陪我看个电影啊，吃个饭啥的，咱俩过情侣之间的生活，就是因为他经常喝酒，就陪我的时间就很少。我现在就是我只身来到他的城市，我就感觉心里面会有一种落差感。本来我就挺陌生的，然后他还经常陪他的朋友，不陪我，我心里会不舒服。所以在你心里，你是为了他去的他的城市，是这意思吧？对啊，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来到我这城市的，但是就是和朋友之间每一次吧，我都尽量把我身边的朋友，把我朋友的朋友，只要能在一起的都介绍给他，希望就是假使说我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有的时候去外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忙起来的时候特别忙，然后希望说他有朋友在一起能够陪伴他呗。所以女生当时去的时候是为什么而去呢？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们2个可以算是同行，在一起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创业啥的也挺好的，而且就是2个人异地嘛，因为本身就对他没有安全感，然后觉得在一起之后可能安全感和这方面可能会上升一点，就不会觉得那样了。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分手的话，你还会介意说我半年前因为这段情感，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吗？那倒不会，因为当时也是自己选择的。你们是准备结婚吗？对。但是如果要这种状态下去，觉得就没办法结婚。对你来说，可能结婚已经水到渠成了，是吧？对呀。今天看来没有一个人来说是要分手，是吧？
如果他要这种状态，就是喝酒，然后还打牌，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我们听听老师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来说说小石啊，你一开始那个短片里面就说了一句话：20多岁玩玩闹闹很正常，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不能迁就我呢？的确，20多岁的这个年纪，大家是刚刚步入社会，玩的心态都有，大家都很正常。但是前提是你玩闹可以，那你别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你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就势必要付出一些你的时间和精力，否则的话伤人伤己。然后其次，我觉得女朋友对你来说是一摆设。您大部分的时间呢，忙于应酬，忙于玩玩闹闹。年轻是资本，但是当资本消耗完了，你会觉得翻回头来看我20多岁的时候在干嘛？那么大好的青春我应该怎么样？很多人在30多岁的时候都会后悔。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到那个时候翻回头来后悔你浪费这些资本，好吗？然后来说，女生千万不要想着通过一段婚姻或者通过你对他的包容和理解去感化他，去改变他，改变不了的。唯有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看得更重要，晾着他。所以我希望你们对于结婚的事情再考虑一些。好，就说这么多，谢谢。谢谢山大老师。哎，曲总，男孩一直觉得女孩太较真儿了。其实我反倒我觉得女孩较真儿较得有点晚了。就她当时有几个选择，那个叫宝贝儿的女孩可能是其中一个。如果那个女孩也能像你一样去进一步的接近她，或者说对她有意思的话，可能跟她在一起的就不是你了。她能够每周5天在外头，觉得那么有意思，其实你们之间沟通是很少的。白天可能更多是在一起是工作，真正谈恋爱能有多少？工作当中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你情我愿，但是就是在工作结束之后，居然这个谈情说爱的时间让给了别人，客户也罢，朋友也罢，但是不是你，这个很危险。所以说你真正的掌握这个男人了吗？真正的走到他内心了吗？这个真儿我们一定要较，关键是说你要把你的原则树立好了，给他一定的时间的改变。女孩的较真儿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帮助你认清怎么去生活。现在像你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你来说是很颓废的，每天都在喝酒，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谈了多少？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爱这个女孩，你就要认可她的较真儿，因为她较真儿是对的。如果你不珍惜这份感情的话，你把她还当成以前那种样子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她就是你的唯一，她在你心目中应该是最强的那个位置，你应该把很多的话去跟她说。如果你能认可女方的较真儿，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不能，你们俩的恋情会出现危机了。就这样。好，谢谢学长。来，袁老师。当我们进入一段恋爱的最初，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发现，哎呀，原来我没跟他好之前，他和很多异性是有来往。可能我们在恋爱之初，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不一样。他在恋爱之初，他有很多不同的异性在交往，但是尺度是越界的。如果我们管一个女孩已经叫宝贝儿，这是普通的暧昧吗？这叫轻浮。无论我们是在恋爱期间，还是说有意愿想和谁更深入的交往，都有一个界限。突破这个界限，我们就是谈恋爱了。如果只是说想试着聊一聊，看看适不适合，那是一定要有个界限的。所以当你发现他管另外一个女孩叫宝贝儿，却又和你坐在一起想要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孩子的心他没有定下来，而且这个男孩子的性格他就不是那么像你一样认真仔细严谨的。宝贝儿可不是轻易能叫出来的，即便是单身也不能管异性叫宝贝儿。也许说可能那个时候年轻，我们愿意玩玩闹闹，那我恋爱以后收收心，我认真执着的去面对一份爱情，也算是进步。但实际上我也没有看到男生的变化。之所以你们确定了一个稳定的恋爱关系，因为他知道在这些女孩当中只有你是认真的，所以他也愿意给一个稳定的关系与你维持一段感情，但不代表这个男生就此对待感情是认真的态度了。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男生有多么大的问题，在你整个人生的长河当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至少在这个时间段他并不是认真的，
那你要面对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状态的男生、女生，你就要权衡了。如果觉得不能承受，我需要找一个和我一样面对感情的，绝对不会叫任何人宝贝儿，不管是不是什么扣上一个暧昧或者我单身的这样一个旗帜。我相信你在单身的时候，有男生追你的时候，你也不会管别人叫宝贝儿，也没人敢叫你宝贝儿吧？只有他跟你在一起了，只有男朋友才能这样称呼。所以在这层关系上，你们不对等。而姑娘，我想跟你说的是，即便他不去喝酒了，我相信他即便回家，他也是打游戏、看电视、跟别人微信聊天，或者是玩手机。他也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坐下来跟你聊天，你侬我侬的在一起。你觉得他会吗？不知道，不知道，但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其实在你心中已经对他非常的不满意了。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刺激到他，让他改变。我认为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究竟要不要等他的变化，那你自己心里要有数。但我并不是很看好，在这个时机你们的相恋相处不对等。自己考虑吧，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刚才曲伟说你较真较的有点太晚了。当你在车上接了个电话，上面有女生称她为宝贝儿的时候，她很不耐烦的让你把那个电话挂掉的时候，你就应该下车。当你不下车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开始妥协了。谈恋爱谈到最后要结婚，这谈的过程当中谈的是什么？除了谈情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真诚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谈原则，就是哪几点我是接受不了的，哪几点是你接受不了的。谈恋爱不就是一个沟通感情的过程吗？到了最后大家都认可你的底线是什么，你的要求是什么，你也认可我的，并且我们彼此之间都验证了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我们才会结婚嘛。你这个没有谈好啊。事实上从最开始他就让你开始妥协了呀。你接到那个电话，你依然坐在车上，你碰到那个女生，你还互相谦让了一下，后来你还去了她的城市，你已经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对方，是你的条件我都接受。虽然我知道理性和感性并重很难，就像你所说的，我很喜欢他，但我又希望他改。但是我认为真正聪明有自尊的女生应该在亮明底线和原则之后只给他1、2次机会，如果不行我就不谈了，因为你不真诚。那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一边举着我的底线，一边把我的底线一个一个打倒，那到了最后你期望他结了婚之后改成像你那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哭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的底线在那儿亮着，对方不尊崇，我即便是忍痛我也要割爱，否则到了最后你只能慢慢的滑向更加痛苦的深渊，你明白？其实有些事情当你已经提出了，他如果在乎，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他自然而然会改。问题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事儿当事儿，明白吗？好，就这样。好，谢谢蒲老师。关于“宝贝”这个词，老师们在这个问题的界定上呢，都是在逐渐升级的。同样的问题，你心中的宝贝和他心中的宝贝这个词分量不一样。就有些人可能认为“宝贝”这个词我出口我很轻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词儿是一个特别特别重的词儿。这个词儿出来，它就界定了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价值观。他有他的一套认知体系，你有你的一套认知体系。我觉得相处之道其实最简单，一个人不可能隐藏得太深。恋爱当中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就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自己要的人了。如果不是，又何必勉强呢？其实很多大道理吧，我也懂，但是就是就问你应该怎么办吧。就像老师说的，就给一定的时间内再一次机会。如果要是我能接受的话就接受，接受不了的话也不勉强。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机会？我觉得他现在也应该想清楚再说，不用回答我。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些想法。我在想，可能他心里还很委屈呢。我身边的好多哥们儿不都这样吗？为什么我找这个女朋友，她要求就这么苛刻呢？
其实你恰恰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你哥们儿跟你说的那些，你看的那些是不是真的？他们的女朋友真的就不较真儿吗？我相信不会，因为面对情感问题，1000条道理，人都是自私的。好好检讨一下，反省一下。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也一直都在改，我最近什么样什么态度你也自己清楚。我究竟是我知道距离你心里那个标准还差一些，但是我会努力的去做，在最快的时间达到你心里那种状态。而且最近我的一些生活状态，包括一些行为方式，我知道你心里是最清楚的，是不是真正的开心？你自己心里也是最清楚的。你一次又一次的说改，然后我也都给你机会了。虽然说你最近确实是有变化，但是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太不能让我接受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么大了，也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究竟以后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然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你是跟我在一起，还是跟别人在一起，我都希望你能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哎，请亮灯。女生放的是什么呀？我放的是一封信。哦，这封信吧，是我们2个人还没有恋爱，但是我决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给他写的一封随手笔记。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跟那么多女生那啥，然后我就没有给他，但是我一直都留着。你是放的什么呀，小伙子？我放的是一根头发，是有一次我们俩在一起，我是看电脑的时候，然后他在我手上鼓球嘛，然后我回头一看是一根头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希望我们2个能够就是白头到老呗。这个头发我一直都在留着，我感觉这对我意义很大。送给他是啥意思啊？我希望就是他能想到我们以前快乐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些毛病也是想告诉你，我不是那么粗心大意，有的时候我也会为咱俩的未来去考虑。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别再见到他，那心里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哦哦哦哦，关键字是爱。刚才你说不管是跟你还是跟别的女生都应该改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你不出来了呢。听老师的话，就是哪老师让你出来的？你给我指出来。我们哪老师说姑娘你出来啊？就是觉得其实给我一段时间。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好，谢谢啊。没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真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来，请亮灯吧。谢谢2位，把那个长知识了的芝士酸奶拿起来啊，送给你们的礼物之一。来，还有这2份。谢谢老师。加油吧！谢谢2位，请回。绝望的因为